当全球各大港口还在为缺少工人和货船堵塞焦头烂额的时候，新加坡悄悄解决了这些难题。它不仅完成了全球最大港口升级计划，还建成了效率傲视全球的自动化码头系统。这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让我们接着往下看，你一定会被它的科技与战略深深折服。而且这次新加坡做的可不仅仅是简单扩建港口，绝对是一场改变全球产业链格局的技术革命。你会发现它的影响早已超越港口本身。新加坡港大家应该不陌生吧？它是全球最繁忙的港口之一，也一直是亚洲贸易的桥头堡。2025年，新加坡港实现了惊人的3740万 TEU 吞吐量，牢牢占据全球第一。可是它并不是无懈可击，在全球贸易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的宁波舟山港、上海港以及韩国的釜山港，这些后起之秀正紧追其后。尤其是这几年，中国港口的吞吐量增速很快，让新加坡感到了压力。而且，新加坡的传统港口布局里，丹戎、巴葛和巴西班让这些港口面积分散，总面积虽然超过1000公顷，但却限制了整体效率的提升空间扩张也极为受限。全球贸易量预计到2050年还会翻1倍。如果新加坡现在不够快升级，那么未来它全球第一港口的地位还稳得住吗？新加坡这次的招牌级操作，就是为了提前布局解决几十年的难题。那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接着往下，我们一起来看看新加坡的大杀器——大式超级港。你见过一个国家把所有港口搬到一个地方运行吗？新加坡它真的做到了，这就是新加坡的大式超级港。大式超级港的规划规模有多震撼？来，我给几个数字，用事实说话。计划占地面积大约2000公顷，这是什么概念？足足有2800个足球场那么大。每年的吞吐设计能力达到6500万 TEU， 全球第一，连上海的港口也只能敬佩地看向它。总投资金额更是超过200亿新币，分4期建设，预计在2040年全面完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绝对长线的规划。这样的规模，未来的大式超级港不仅仅是港口，更像是一个全球航运枢纽搭配物流超级系统。那它长什么样子呢？一排排密密麻麻的自动吊机，一整片连绵的货柜区，以及超级智能化指挥中心。新港口规模确实惊人，但真正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效率。接下来我们说说新加坡如何用疯狂的自动化技术刷新了港口运作的标准。新加坡大式超级港的效率到底有多快？听完接下来这一段，你会明白什么叫真正的极致操作。在新港口每小时的吊装效率可以达到140次，全球其他港口平均每小时35到50次，釜山港能做到90到110次，鹿特丹港基本在80比100之间。而新加坡不但全面领先，还几乎拉出了一个技术代差。它的奥秘在哪里呢？全场景自动化的加持，第一阶段就投入了超过80台自动导引车 AGV， 未来计划扩展到500架台，100多台自动堆场起重机 ASK 全天候自动运输货物。所有暗桥都接入中央控制室，从一台电脑就能实时远程监控整个作业流程。说白了，新加坡不仅碾压了效率，还直接革新了港口行业的运作模式。举个例子吧，传统港口需要大量现场工人，操作设备效率波动大。自动化技术不仅能节约高达40%到60%的人工需求，还让作业效率提升了30%到50%。这种体系设计的优越性不仅是技术碾压，还有对高成本劳动力的直接优化。可以说，新加坡把用资本换效率这个逻辑演绎到了极致。那么到这里，我们已经明白了技术层面的亮点。再往下看，新加坡还用了一个堪称基建教科书的系统设计方法，让它无论在今天还是未来都能始终保持领先。如果说大式超级港是新加坡的武器，那它背后的规划思想就是它能够成为全球典范的原因。咱们重点总结一下它的系统设计逻辑，有4点值得深入研究。第一，整整30年的超长规划周期，早在2000年，这个港口项目的构想就诞生了。2015年动工，第一阶段用了7年完工，而整个工程会持续到2040年。和其他港口只做5到10年的短期规划比，新加坡选择了一整个新时代的布局。第二，基建与国家战略挂钩，港口升级不仅仅是为了吞吐量，它更是为了稳稳坐上全球物流和航运的中心位置。到时候，当其他国家还在为港口塞船发愁时，大式超级港的效率会直接吸引全球航运公司和外资总部落地新加坡。还有一点，很多人可能认为自动化会抢走工人就业机会，但其实并不是。新加坡还专门设立了行业培训基金，每年投入数千万新币，帮助工人转型做控制室的操作员、设备维护工程师、港口数据分析师等等，就业转型和技术升级实现并轨管理。最后是港口的扩展性设计，未来如果贸易需求在爆发式增长，新加坡随时可以通过填海继续扩展容量。这样的模块化设计为港口的弹性发展打开了空间。到了这里，你应该能明白，
新加坡的基建凭什么总能赢？我们最后总结3点核心原因：第一，新加坡为未来而建，规划从不局限于眼下，而是放眼几十年后的大格局；第二，用系统设计解决问题，从效率到人才，从自动化到扩展性，全方位领先；第三，港口和国家竞争力挂钩，把物流效率做到极致，巩固全球航运枢纽的地位。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在这里。你觉得新加坡的这次基建革命会主导全球港口竞争吗？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看法，别忘了点赞视频，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每周都会更新有趣的内容。感谢观看，下次见。